身为水产专业大学生，我回乡贷款承包2片鱼塘，借贷15万购入牛蛙蝌蚪，准备创业养殖牛蛙。隔壁邻居眼红生意，偷偷往我塘里投放黑鱼苗。看着蝌蚪被黑鱼大肆捕食，我上门理论，却被邻居父子连同村支书联手压制。我没有硬碰硬，靠着大学教授赠予的绝版养鱼宝典，钻研出猛兽化鲤鱼驯养技术。我倾尽余款购入纯种鲤鱼苗，搭配自研高钙肉食驯化饲料。40天后，横行塘中的黑鱼惨遭反杀，全军溃败。天刚蒙蒙亮，隔壁胡宝亮扛着黑色塑料鱼苗，悄无声息把上千尾黑鱼苗全部倒进我刚承包的2号养殖鱼塘。他转身撞见我推开院门出来，随手把空桶往田埂上一扔，叼着烟漫不经心开口：彦祖，最近塘口闲着，我这批黑鱼没地方暂养，借你塘子放一阵子。我攥紧手里的专业水产养殖记录本，指节泛白。村头的胡宝亮是远近闻名的无赖泼皮，我脑子里清晰记得父母叮嘱：乡下人都是地头蛇，别硬跟他们纠缠。胡大叔，我这塘刚投放牛蛙蝌蚪，黑鱼生性凶残，会捕食蝌蚪，您这鱼苗放进去，我牛蛙苗就全毁了。多大点事儿，几条小鱼而已，就当给你塘口出杂净水。更何况你2片鱼塘空着也是空着。行了，这事儿我定了，等黑鱼长大了，分你2条尝尝鲜。话音落下，胡宝亮压根不给我反驳的机会，扭头背着手慢悠悠走远。我站在塘埂上，俯身紧盯浑浊的塘水，密密麻麻的牛蛙蝌蚪在水里慌乱逃窜，身形矫健的黑鱼苗穿梭其间，迅猛扑咬弱小的蝌蚪。黑鱼动作利落，一旦咬住蝌蚪，便迅速沉入水下，不留半点浮尸。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本密密麻麻的蝌蚪，在黑鱼的猎杀下不断减少，肉眼可见的变少。水下暗藏的猎杀场面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不过半日，我肉眼清晰地看见浅水区的蝌蚪寥寥无几，绝大多数都已被黑鱼蚕食殆尽。水下暗流涌动，处处都是捕食厮杀的痕迹，看不见尸体，却更显残酷冰冷。我蹲下身，指尖触碰微凉的塘水，死死攥紧了拳头。我是正规水产大学毕业的学生，本想用专业知识回乡创业，没想到开局就被小人算计。这2片鱼塘承包费6万，牛蛙蝌蚪采购费7万2，消毒净水、增养设备花销1万8，全家凑齐抵押，向农合贷款15万，倾尽所有家底，赌上了我回乡创业的全部希望。父母在外务工，省吃俭用攒下积蓄，全力支持我回乡养鱼创业。临走前，父亲郑重叮嘱：好好干事，别怕吃亏。我不敢拨通父母电话报忧，只能简单发4个字：一切安好。当天午后，村支书何玉兰拎着茶水过来巡查塘口，顺着我的目光看向塘中，一眼看出蝌蚪数量锐减，无奈长叹一口气：这胡宝亮父子俩在村里名声向来不好，去年私自放鱼苗，霸占老孙头的养殖塘，霸占鱼塘不说，反倒讹了老孙头2000块场地费。他儿子胡沙全更是蛮横无理，父子2人抱团耍无赖，普通村民根本惹不起。要是实在扛不住，就暂时搁置养殖，出去避几天风头，眼不见为净。我轻轻点头，却没有丝毫退让的念头。我一旦离开，这片鱼塘就彻底沦为胡宝亮的私塘，我的心血将血本归。当天夜里，我拨通了大学同学徐明的电话，把鱼塘遭遇胡宝亮恶意放苗的事情全盘托出。徐明是我水产专业同班同学，家里在镇上专营水产饲料，鱼苗耗材，从小混迹水产行业，熟知各类鱼种习性。沉默片刻后，压低声音提点我：硬刚吃亏，智取才行。明天来我店里一趟，我给你拿点专用料。徐明的水产饲料店坐落于镇子西街，店面宽敞，空气中弥漫着鱼粉、虫干粉混合的高蛋白腥味。我从随身背包里拿出一本封面老旧、印着烫金纹路的硬壳书，封面写着4个褪色大字：养鱼宝典。这是教授给我的古籍，上面有冷门驯养技巧，我查到了克制黑鱼的法子。我指尖摩挲着粗糙泛黄的纸页，快速翻阅查找，很快锁定一行黑体备注：改良家养鲤，可人工驯化食肉，搭配动物性高蛋白饵料，激化野性成年个体可捕食黑鱼幼苗，压制野生掠食鱼。手里剩余资金不多，还能操作吗？他故意放黑鱼断你生路，你就反其道而行。我给你拿纯种长江鲤鱼苗，体质强悍耐活，按照古籍配方，夜间避光，投喂复合肉食饲料，激化野性，不出1月，鲤鱼便能反杀黑鱼。我握紧手中的老旧书本，心中已有决断，看向徐明：饲料原材料怎么配？我要最好的驯化配方。我给你特制配方：冻红虫粉、脱脂鱼粉、发酵鸡血粉混合深海虾壳碎，再加微量矿物质钙粉。夜间鱼群警惕性低，进食欲望强，驯化效果最好，千万别白天投喂。我把书本小心翼翼收好，徐明帮我把一筐筐纯种长江鲤鱼苗搬上3轮车，径直返程。饲料鱼苗费用后续一并结算，给你按最低批发价。夜色深沉，夜色墨来，晚风拂过塘面，掀起层层涟漪。我带着头灯，避开村口监控，绕到偏僻的3号深水塘。这里人迹罕至，隐蔽性极强。我将调配好的复合肉食饵料均匀撒入水中，暗红色的饵料颗粒沉入水底，散发着浓郁的鲜肉腥味。起初只有少量胆大的鲤鱼苗试探着实，片刻之后，成群鱼苗蜂拥而至，争抢撕扯饵料，塘水翻腾，水花四溅。我站在塘埂暗处，面无表情注视着一切。专业知识告诉我，不出20天，这批鲤鱼将会彻底蜕变。回到出租屋，我翻开养殖记账本，在支出栏工整写下：首日驯化饲料支出165，备注一栏清晰标注，鱼塘蝌蚪损失预估7万2千元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严格遵循养鱼宝典，每天深夜11点准时投喂，饵料分量循序渐进递增，从最初的1小桶慢慢加到整夜不间断投放。
记账本上的开销每日递增，次日180元，第4日290元，第9日550元，每一笔支出都清晰记录在册。汤中变化肉眼可见，原本温顺的鲤鱼苗身形日渐壮硕，鱼鳞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，游动迅猛矫健，野性十足，游动速度远超普通家养鲤鱼。每到深夜投喂时间，鱼群便提前聚集在投喂点，破水翻腾，静待食物。胡宝亮时常叼着烟，背着手在塘边闲逛巡查，看见我安静喂鱼，忍不住嗤笑嘲讽：我看你就是读书读傻了，换些普通鲤鱼能有什么用？我那黑鱼生性凶残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你这些鱼苗啃干净。我淡淡扯了扯嘴角，沉默不语，未曾辩解半句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他不懂驯化鱼的强悍。第12天，胡宝亮为了给黑鱼营造生存环境，恶意扒开塘边防护泥梗，导致塘口土质疏松。我花费2天时间，搬运10块加固塘梗，沿着塘口边缘浇筑水泥，搭建简易防护栏，防止鱼群外逃，也阻拦外人随意进出。干活期间，双手磨出密密麻麻的水泡，水泡破裂渗出血水。我简单用布条缠绕包扎，继续埋头干活。身为大学生，我不怕吃苦，只怕小人作祟。次日清晨，我发现防护栏被暴力砸开一道缺口，水泥石块散落一地，防护栏杆歪歪扭扭倒在塘梗旁。我默默修复加固，并未声张。当天深夜，我搬来一把靠椅，坐在2楼窗边，紧盯整片鱼塘动静。凌晨2点，一道鬼祟黑影弯腰前行，手持铁棍用力敲击防护栏固定石墩，动作粗鲁蛮横。我抬手打开强光手电，刺眼光柱直射黑影，对方浑身一僵，抬头露出胡沙拳蛮横凶狠的脸，手中铁棍寒光凛冽。黑暗之中，我们僵持1分多钟，我一言不发，光柱始终锁定他的身影。最终胡沙拳咬牙咒骂一声，扔下铁棍，狼狈逃窜。翌日清晨，我当着全村村民的面加固所有防护石墩，重焊栏杆，铁锤敲击石块的清脆声响响彻整片村落。胡沙拳站在对面田埂，叼着香烟，面色阴沉，死死盯着我，却不敢上前挑衅。第15天，村口小卖部的闲言碎语不断传入我耳中。王家那大学生就是个软柿子，胡宝亮把黑鱼倒进他塘里，他愣是不敢吭声。读再多书有什么用？不会处理乡下人情世故。我站在小卖部门口，手指用力捏扁手中矿泉水瓶，沉默转身，没有半句辩解。时间会给所有人答案。回到屋内，我翻开记账本，涂改数据，鱼塘综合损失预估10.2万元。我专程前往镇上水产市场做对比试验，归来后在本子备注：普通杂食鱼巨食鲜肉，驯化长江鲤鱼主动捕猎活体小鱼，野性极强。第20天，塘中局势彻底反转，鲤鱼习性完全驯化成功，开始主动捕食小型水生鱼类。胡宝亮率先察觉异常，他直接堵在我院门口，眉头紧锁，满脸困惑。我放进去的黑鱼苗怎么越来越少？捞上来好几网，全是你养的鲤鱼。大概是塘内生态失衡，优胜劣落，正常现象。不可能，黑鱼生性霸道，怎么会干不过普通家养鲤鱼？黑鱼长势怎么样？别提了，原本一天能捞上100条鲜活鱼苗，现在寥寥无几。存活的黑鱼瘦小干瘪，毫无长势，邪门的很。胡宝亮每日清晨都下塘拉网捞鱼，想要转移剩余黑鱼。他吹响口哨，敲击船板，原本活跃的黑鱼四散逃窜，躲进深水区域，根本不肯靠近岸边。他气急败坏，赤脚踩进浑浊塘水中，深一脚浅一脚追捕鱼苗，泥水沾满衣裤，狼狈不堪。早起务农的村民纷纷驻足围观，指指点点。邻村王婶挎着菜篮站在田埂上，忍不住出声调侃：老胡，你这黑鱼怎么还怕人了？难不成还认主了？胡宝亮脸色涨成猪肝色，咬牙切齿追赶半个多小时，勉强捞起寥寥几条瘦小黑鱼，绝大多数鱼苗藏匿深水，不见踪影。他叉腰站在泥水里，粗声怒骂：妈的，这群鱼全都反了天！围观村民嬉笑散去，只留他一人对着空旷塘面气急败坏。我立于2楼窗边，冷静注视全程，待他愤然离去，才下楼翻开记账本，落笔标注：第30日，驯化饲料累计支出7600元。第32日，天色刚亮，胡宝亮的怒骂声响彻村口，穿透力极强。哪个缺德的敢偷我黑鱼，被我抓到，绝不轻饶！村民愤怒走出来：大清早吵什么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我塘里黑鱼少了上百条，绝对是有人恶意偷盗。就你那几条不值钱的破鱼苗，谁费心思去偷啊？你懂什么？纯种黑鱼市价高昂，上百条鱼苗损失7000多。他高声叫骂，言语之间刻意将矛头指向我。鱼苗一直在王彦祖塘里存放，偏偏现在失踪，这事儿绝不对劲。我缓步走出院门，神色平静，语气淡然。胡大叔，你要是怀疑我，直接报警处理即可，让警方调取证据，查清原委。胡宝亮本就是无理取闹，压根不敢惊动警方，只能悻悻咒骂几句，撂下狠话，转身离开。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模样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只剩尘埃落定的平静。我清楚明白，这仅仅只是开始，用不了多久，他投放的黑鱼将会彻底覆灭在这片鱼塘之中。第35日，黑鱼数量锐减，存活鱼苗不足3成。胡宝亮恼
羞成怒，直奔村支书何玉兰家中告状，污蔑我暗中投放药物毒害他的黑鱼。何玉兰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专程上门向我问话核实。彦祖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有没有在塘里投放违禁药物，故意针对他的黑鱼？何姨，我是水产专业毕业生，清楚养殖法规，从未投放任何药物，每日只是正常投喂饵料，打鲤鱼塘。何玉兰紧盯我的神情，良久没有发现任何破绽，轻声叮嘱：没有就好。胡宝亮心胸狭隘，一旦抓住把柄，必定胡搅蛮缠，闹得全村不得安宁。他离开后，我提笔更新账本，鱼塘综合损失预估11万5千元，村内风向彻底逆转，村民议论纷纷。胡宝亮纯属自作自受，强行把鱼苗放进别人鱼塘，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不愧是大学生，沉稳内敛，不吵不闹，悄无声息拿捏住胡宝亮。徐明火急火燎拨通我的电话，语气急促：彦祖，出事了！上游动物性饲料加工厂机器故障检修，外加连日暴雨冲垮省道，冻红虫、鱼粉这种高蛋白驯化籽料全面断货。我店里库存仅够支撑2天，新饵料最快7天才能到货。挂断电话，我望向塘中成群结队的鲤鱼，眉头紧紧拧成一团。经过长期肉食驯化投喂，这批鲤鱼早已野性定型，口味刁钻。一旦突然断供精细肉食饵料，不仅会快速掉标，肉质变差，还会因饥饿疯狂啃食水草、幼苗，甚至残害残存牛蛙苗。塘内刚复苏的水生幼苗根本经不起2次破坏，我必须快速寻找平价天然替代饵料。我骑上3轮车，走遍周边村镇，普通杂粮谷物鱼群不屑食用，新鲜菜叶营养匮乏，无法维持野性鱼群长势。途经邻村白酒酿造作坊时，浓郁醇厚的酒糟酸味扑面而来，我瞬间灵光一闪，猛地捏住刹车。酒糟富含粗蛋白、酵母菌与微量元素，发酵后极易被鱼类消化吸收。结合我大学专业知识，酒糟发酵后自带微酸性，能够维持鲤鱼野性，是绝佳天然过渡饵料。我走进作坊，与老板商谈定价，对方正筹大量酒糟堆积滞销，我以极低价格全包收购，清空库存。随后我又赶往镇上榨油厂，低价采购800斤压榨菜籽剩下的菜籽饼，油脂、植物蛋白含量充足，搭配酒糟可以平衡营养，给鱼群快速增肥。返程回到塘口，我请来老孙头王婶帮忙制作发酵复合饵料。我们将发酵酒糟、菜籽饼混合塘边打捞的水蚯蚓、水草碎屑，严格按照养鱼宝典酸碱配比调配，搅拌均匀后用塑料薄膜密封，恒温发酵24小时。次日清晨，掀开薄膜的瞬间，酸甜酒香混杂着发酵肉腥味扑面而来，饵料松软细腻，适配驯化鲤鱼的肠胃。胡宝亮听闻我高端饵料断供，特意溜达到塘埂对面，双手背在身后，阴阳怪气高声嘲讽：哎呦，大学生也有难处，买不起高端肉食料，开始给名贵鱼喂废料垃圾了。我打赌，不出3天，你这批鲤鱼必定大面积掉标，病死。到时候你就算求我，我都不会接手你的死鱼。我懒得与之争辩，手握铁锹将发酵饵料均匀抛洒进塘中。惊人一幕骤然出现，原本挑食厌食的驯化鲤鱼，嗅到酒糟混合蚯蚓的独特香气，疯狂破水而出，争先恐后抢夺饵料，水花翻腾，声势浩大。发酵后的饵料极易消化，微量酒精成分舒缓鱼群应激反应，进食后安静蛰伏，不再肆意游动消耗体能，完美衔接断料空窗期。自此，塘内生态彻底稳定，幼苗不再遭受鱼群破坏，菜籽饼中的油脂滋养鱼鳞，鱼身金黄透亮，光泽饱满，肉质紧实弹牙。1周后，徐明开着皮卡运送高蛋白肉食饵料抵达塘口，看着一塘膘肥体壮、活力满满的金黄鲤鱼，瞪大双眼，满脸震惊。我翻开记账本，郑重落笔研发酒糟菜籽饼复合饵料，养殖成本下降45%，野性鲤鱼增重速率大幅提升，肉质品相升级。胡宝亮坐等我亏损破产的算盘彻底落空，睚眦必报的胡宝亮吃下这么大一个哑巴亏，绝不会就此罢休。果不其然，鱼苗交割结束的第3天夜里，有人恶意搬运建筑垃圾、水泥石块，死死堵死鱼塘连通主干渠的进水闸门。初夏气温偏高，塘水蒸发速度极快，活水无法流通，水质会快速恶化浑浊，不仅鱼类容易染病死亡，残存的牛蛙苗也会缺氧腐烂。我盯着堵塞的闸门，没有暴怒谩骂，一切尽在预料之中。当天深夜，我联系徐明，调配大功率柴油抽水泵与数百米加长工业水管。夜色掩护之下，我雇佣2名外村熟练工人，绕开堵塞闸门，从主干渠上游位置接管抽水，源源不断将干净活水引入鱼塘，彻底破解断水阴谋。与此同时，我做了一件让胡宝亮在村里彻底孤立无援的事。我备好烟酒礼品，登门拜访老孙头。往年老孙头曾被胡宝亮恶意侵占田地，讹诈钱财，心中积怨已久。我开门见山，诚恳邀约：孙大爷，我鱼塘规模扩大，急需人手打理，我给您开180元日结工资，负责捡鱼、清理塘口、搅拌饵料，中午包餐。
另外，麻烦您帮忙引荐王婶和村里靠谱村民，长期务工。在乡村，日结180元的薪资格外优厚，这份体面工作更是狠狠戳中村民痛点。短短2天，老孙头、王婶以及5名老实本分的村民全部入职我的鱼塘务工。众人干活勤恳卖力，闲暇之余便在村口闲谈，夸赞我为人实在，做事厚道，养殖技术专业。胡宝亮断水陷害的阴谋彻底沦为笑话，他眼睁睁看着我这边机器轰鸣，人生热闹。曾经被他欺压的村民，如今都在我这里安稳赚钱，而他自己只能闭门在家喝闷酒，嫉妒的双眼发红。我清楚知晓，这对蛮横父子绝不会轻易收手。胡沙泉此前就敢深夜砸毁防护设施，如今吃亏受辱，报复手段只会更加阴狠。为防患于未然，我专程前往镇上农产品市场，买了几条大型猎犬，放置在塘边值守，驱赶外来人员，震慑野生动物。第38天，村里有人主动帮忙拉网清塘，打算捞起剩余黑鱼清点数量。一网下去，众人把水箱摆在田埂上，刺眼的一幕震撼全场。水箱之中，几条体型硕大的金黄鲤鱼正主动追击残存小黑鱼，张口撕咬，迅猛捕猎，丝毫没有普通鲤鱼的温顺怯懦。要知道，寻常鲤鱼生性温和，避黑鱼而行，绝不敢主动招惹掠食性黑鱼。围观村民瞬间炸开了锅，一个个瞪大双眼，满脸不可思议。我的天，这鲤鱼居然吃黑水，我活了几十年从没见过。不愧是大学生养出来的鱼，跟普通家鱼完全不一样，野性太足了。恰巧本村做高端私房菜的饭店老板路过塘口，亲眼看见这一幕，伸手抓起一条金黄鲤鱼，指尖按压肉质紧实弹牙，鱼鳞金黄发亮，他爱不释手，转头郑重看向我：彦祖，你这批鱼品相绝佳，肉质堪比野生黄河大鲤鱼，市面普通鲤鱼15一斤，我给你翻倍，30元一斤全部批发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一句话彻底敲定了我这批鱼的高价销路。一旁远远观望的胡宝亮父子脸色铁青，死死盯着塘里的鱼，眼红到极致。他们耗费心血投放的黑鱼，沦为别人的鱼食。原本想搞垮我的鱼塘，反倒成全了我的高价驯化鲤鱼。父子2人输得彻彻底底，连抬头的底气都没有。饭店老板当场预付定金，敲定首批出货订单。生意落定，我拿着提前备好的24000元现金，径直走到脸色难看的胡宝亮父子面前。我把钱袋丢在他们脚边，语气平淡却带着刺骨的嘲讽：这点钱你们拿着，就当你们辛辛苦苦养的黑鱼，给我的鲤鱼当了饲料费。胡宝亮攥紧拳头，青筋暴起，胡沙泉咬牙切齿，恨不得上前动手。可全村村民都在旁边看着，他们理亏在先，憋屈至极，最终只能硬生生咽下这口气，屈辱地收下这笔钱。此事过后，胡宝亮父子怀恨在心，暗中谋划报复。他们偷偷网购有毒饲料，打算深夜投放在我的鱼塘里，毒杀我的驯化鲤鱼，让我血本无归。可我早就预判到他们的阴狠手段，提前做好防备。我卖出第一批成品鱼回笼资金后，立刻斥资在鱼塘外围搭建加密加粗铁丝网，不留任何死角。同时高薪聘请4名专职保安，2班到24小时巡逻值守，紧盯塘口周边动静。某天深夜，胡宝亮父子提着渔网偷偷摸至塘边，看着高耸坚固的铁丝网，来回巡逻的保安转了整整一圈，找不到任何下手的缝隙。夜风寒凉，父子2人站在暗处，脸色阴沉可怖，最终只能恨恨啐了一口，不甘离去。我心里清楚，这对父子心胸狭隘，报复心极强，捞鱼不成，接下来大概率会买入凶猛掠食鱼种，偷偷投放进塘中，咬死我的鲤鱼。为了杜绝后患，我不再拖延，当即拨通徐明和饭店老板的电话，决定将塘中所有成品鲤鱼、淘汰鱼苗一次性全部清塘售卖。我要在胡宝亮父子想出新诡计之前，干净利落抽身离场，让他们所有算计全部扑空。我算了算账，清塘收尾，除去所有贷款、饲料、人工、建设成本，应该能净赚26万8千余元。黑鱼全军覆没之后，胡宝亮、胡沙泉父子2人彻底记恨上了我。父子2人不甘心接连落败，咬牙掏空家底，四处借钱，专程从外省水产黑市高价购入了一批散鱼苗。民鱼素有水中恶霸之称，性情暴戾，生性嗜血，淡水水域里几乎无敌，不管什么活鱼活虾，只要入嘴尽数吞噬。胡宝亮特意打听清楚，整片乡镇没人能压得住3鱼，他笃定这次我必死无疑，非要亲手毁掉我的鱼塘。深夜无人之时，胡宝亮和胡沙泉趁着夜色掩护，偷偷把上千尾松鱼苗全部倒进我最大的800亩深水养殖塘。父子2人蹲在塘埂上抽烟冷笑，眼底满是阴狠，坐等看我一塘鱼苗尽数惨死，血本无归。我次日清晨例行巡塘，凭借专业水产养殖经验，一眼察觉塘中暗流异常，小型鱼虾疯狂逃窜，整片深水塘水下杀气弥漫。我立刻掏出那本绝版养鱼宝典，快速翻阅古籍记载，上面清晰标注猛掠性淡水鱼为高档龙鱼可压制，金银龙鱼生性霸道，
领地意识极强，可猎杀同类掠食鱼种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拨通老同学徐明的电话。店主，你疯了！金龙鱼价格极高，养殖的门槛苛刻，乡下土塘根本养不活。徐明在电话里连连劝阻，语气满是担忧。鳝鱼虽然凶悍，大不了你抽水清塘，没必要砸钱碰名贵观赏鱼。我指尖抚过泛黄老旧的养鱼宝典，语气笃定沉稳。别人养不活，我能养。古籍有专属驯化手法，我要驯化龙鱼，彻底压制汉鱼。在我的坚持下，徐明连夜联系省外高端观赏鱼商，加急为我引进纯种银龙鱼、极品过倍金龙鱼幼苗。3天后，一整车恒温打包运输的金银龙鱼苗顺利送抵村口。一箱通体银亮、线条流畅的银龙鱼，一箱鳞片鎏金，品相顶级的过倍金龙鱼，品相远超市面普通养殖鱼苗。我严格遵循养鱼宝典古法秘方，调配富含矿物质的活水，搭配高蛋白增艳饵料，精准把控水温、光照，模拟野生原生水环境，给龙鱼打造绝佳生存环境。得益于古籍里独有的野性驯化手法，这批金银龙鱼适应速度极快，野性被彻底激发，攻击性、活跃度远超市面家养龙鱼。它们游动迅猛，鳞片坚硬，领地意识极强，短短几日便霸占整片800亩深水煮塘。胡宝亮投放的上鱼本以为可以称霸水域，肆意猎杀塘中鱼虾，可刚长大些许，就频频遭到金银龙鱼的强势猎杀。金龙鱼身形霸气，咬合强悍，擅长正面突袭；银龙鱼灵活迅捷，隐蔽性强，擅长暗中偷袭。一条条凶悍的赞鱼被撕碎吞食，水下时常翻涌出血色水花，猎杀场面极具冲击力。短短半个月，塘内入侵的上千尾鳟鱼被金银龙鱼捕杀殆尽，一条不剩。胡宝亮耗费重金购入的水中恶霸全军覆没。这件事悄悄在周边水产圈传开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，乡下普通土塘居然养出了品相顶级、野性十足的金银龙鱼。不少观赏鱼玩家、水产商贩专程驱车进村，蹲守在塘边求购银种。我塘里品相完美的极品过倍金龙鱼，最终以20万一条的天价成交，创下本村水产售卖最高纪录。其余普通品相的金银龙鱼也被商贩高价一扫而空，单笔收益直接填平我前期养殖亏损。躲在远处芦苇丛偷看的胡宝亮、胡沙全父子，亲眼看见我把厚厚一沓现金收进包里，彻底眼红发疯。他们砸钱买来的鲜鱼全军覆没，损兵折将，血本无归。我反倒靠着一批龙鱼赚得盆满钵满。胡宝亮父子2人脸色铁青，死死攥紧拳头，眼底满是不甘与阴狠，算计的心思愈发浓烈。而老天爷似乎铁了心要一次次考验我。龙鱼风波过后不到半个月，8月下旬，本该雨水充沛的南方突然迎来长达20多天的秋老虎，毒辣烈日炙烤大地，空气燥热扭曲，上游主干渠水位断崖式下跌。短短1周，800亩养殖塘水位下降20公分，浅水区淤泥干裂发硬，散发腥臭潮气。塘里留存的观赏龙鱼、食用鱼苗全都躲在深水区域，活性低迷，就连塘边圈养的护卫狮头鹅都萎靡不振，不肯进食。一旦持续干旱，水体富营养化，寄生虫爆发，我耗费心血搭建的高端生态混养系统必将彻底崩盘。彦祖这天反常得邪门，老孙头戴着草帽蹲在干裂塘埂上抽着旱烟，眉头死死拧在一起。上游村子把水源截死了，咱们这边一天就2小时供水，一滴水都流不到塘里。我盯着温度计上39度的红线，心底沉重。我致电镇上供水站，得到的回复只有无奈回绝。全县抗旱，农业用水配额管控，800亩大塘无力兼顾，只能自行自救。就在我焦头烂额之际，眼红发疯的胡宝亮一改往日阴沉，哼着小曲，带着一名大腹便便、夹着皮包的中年男人走到我的塘边。哎呦，大学生，塘水都快见底了，心疼不心疼？我早就说过，读书人搞养殖就是纸上谈兵，步子迈太大，早晚栽跟头。他殷勤侧身介绍身旁的中年男人，这位是县里李老板，专门做水产统购，手握全县水产销路，人家是特意来帮你的。李老板推了推金丝眼镜，轻蔑打量我一番。王老板年轻有锐气，可惜不懂行业规矩。如今断水绝境，你的名贵龙鱼、食用鱼苗撑不了几日。我在上游陈家沟有一处地下暗河水站，水源永不枯竭。签了这份合同，我保你塘内供水直至秋收。我接过合同扫了几眼，当即冷笑出声，直接把合同丢回胡宝亮怀里。市场价一金龙鱼苗最低上千，你合同里按10元一尾强行回收，优质成品鱼全部压价30%，还要打包买断我明年所有水产销路，这不是扶贫，这是趁火打劫。胡宝亮当场跳脚嘶吼：王艳涵，别给脸不要脸！除了李老板，没人能给你调水。不出1周，你一塘名贵鱼全部渴死闷死，到时候你一文不值。李老板抬手制止胡宝亮，慢条斯理收起合同。年轻人骨气可贵，
但骨气换不来钱。我给你3天考虑期，3天之后收购价再降2成。二人扬长而去，背影嚣张跋扈。我握紧拳头，心里清楚，这是胡宝亮蓄意报复，联合黑心渠道商想要彻底锁死我的销路，掏空我的家底。一旦签字，我辛苦搭建的养殖体系只会沦为别人的赚钱工具。孙大爷，咱们这片荒地能不能打出深层地下水？你早年打过前井，岩层太厚，抽几天就干。想要稳住800亩塘，必须打穿200米青苔石，造价极高，没人敢冒这个险。我回到屋内翻开记账本，前期购入龙鱼、改造塘口、防控专鱼，我的流动资金仅剩不到4万元。打深井、铺管道、购置水泵，还差2万资金缺口，可我没有半点退路。当夜，我拨通发小徐明的电话：“郎子，借我2万，再帮我找一台能打200米岩层的重型钻井机。”徐明倒吸一口凉气：“你疯了？打深井全靠赌，打不出水就是血本无归。李老板那边好歹能保本，低个头怎么了？”我语气坚定：“不可能，我王艳红绝不低头，水产命脉必须攥在自己手中。”行，你这犟脾气我懂，钱今晚转你，钻井队我连夜安排。挂断电话，我连夜翻看大学水产工程笔记。深层地下水水温过低，矿物质含量高，直接入塘会导致龙鱼应激、淡水鱼冻伤。我必须修建阶梯式生态过滤池，用来升温净化缓冲水源。次日资金到账，老孙头王婶听闻我要硬刚黑心老板，硬抗胡宝亮，自发召集村里乡亲，分文不取前来帮忙。彦祖，这父子俩太缺德，咱们村里人绝不能被外人拿捏。我眼眶发热，指着北边废弃荒地：“咱们在这里挖3座高低错落的过滤池，沙石垫底，草木净化，把地下水养成活水，再流进养殖塘。” 2天时间，塘口变成热火朝天的工地，众人顶着烈日，按照图纸挖池、铺沙石、种芦竹与美人蕉，搭建完整净化系统。第3天傍晚，重型履带钻井机趁着夜色悄悄进村，避开胡宝亮的眼线。钻机轰鸣震动，钻头一点点破开坚硬岩层，30米、50米、100米，岩渣不断翻出，却不见一滴水。烈日依旧毒辣，塘内水位濒临红线，不少杂鱼开始翻肚漂浮，名贵龙鱼全部贴在深水洼处，奄奄一息。第3天时限一到，胡宝亮带着李老板准时现身塘边，满脸戏谑。3天到了，王彦祖、李老板冷眼打量满身泥浆的我打听清楚了，这片地下全是死岩，打不出水。现在签字我还能收你的鱼，再过半天你就等着全军覆没。我未曾抬头，径直走向钻机。此时钻头已深入地下180米，是否还能往下打吗？岩层过硬，钻头磨损严重，换金刚石钻头还要加钱，风险极大。我想起父亲那句别怕吃苦，想起乡亲们无偿帮忙的模样，咬牙沉声开口：换钻头打，就算打穿岩层，我也要出水。下午3点，烈日当空，李老板不耐烦抬手看表，准备下达最后通牒。下一秒，钻机猛然震颤，沉闷嗡鸣响彻旷野。打通了，穿脱青石板了！操作员放声大吼，浑浊水柱猛然喷涌而出，直冲7、8米高空。烈日之下，一道透亮彩虹悬空浮现，清甜的地底活水源源不断涌出。老孙头扔掉草帽，激动的原地蹦跳，妇女们互相拥抱欢呼。全村人悬着的心彻底落下，我紧绷数日的神经骤然放松，双腿一软跌坐在泥浆之中，任由冰凉活水浇透全身，泥沙冲刷干净，清澈泉水顺着工业管道缓缓流入3座生态过滤池，经过沙石过滤，草木净化，日光升温，温润活水潺潺涌入干裂的养殖塘，沉寂的鱼塘瞬间复苏，鱼群争相涌向进水口，水花翻腾，活蹦乱跳，原本萎靡的金银龙鱼舒展鱼鳍，在清澈活水之中优雅巡游，鳞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我抹掉脸上泥水，走到脸色惨白的2人面前。李老板，我的骨气不仅保住了鱼，还挖出了永不枯竭的泉眼。你的雪中送炭，留给需要的人。李老板脸色铁青，狠狠瞪了一眼呆滞的胡宝亮，一言不发，拂袖离去。胡宝亮瘫坐在泥地里，眼神空洞，怎么也想不通，次次算计，次次都被我翻盘。当夜，村子里回荡着水泵低沉的轰鸣，鱼塘活水潺潺，鱼群翻腾跳跃。我坐在白炽灯下，翻开那本老旧的记账本，郑重落笔：钻井及过滤池支出6万5千元，负债2万元，资产盘点，获得独立深层水源，抗旱等级拉满。备注：彻底斩断外部渠道卡脖子风险。胡宝亮的算计，李老板的贪婪，终将被一塘活水冲刷殆尽。合上账本，我望向波光粼粼的塘面。这一刻，这片养殖水域彻彻底底刻上了王彦祖的名字。有了稳定活水，我的混养鱼塘彻底盘活。我依照养鱼宝典优化配比，龙鱼、食用鱼、底栖鱼分层养殖，鱼粪肥水、水草净化、微生物分解，形成闭环生态。塘边栽种芦苇阻隔外敌，划分养殖区域，整片鱼塘井然有序。徐明前来参观，绕塘一圈，拍着我的肩膀感慨：你这生态养殖比普通单一养鱼利润翻几倍。
尤其是你的龙鱼，现在在外圈名气极大。入秋之后，鱼塘迎来丰收，常规成品鱼肥美健壮，品相上乘。留存的精品金银龙鱼体型完美，鳞片通透，不少高端玩家提前预定。我不再依赖中间商压价，注册短视频账号彦祖生态鱼塘，拍摄龙鱼巡游、成品鱼出水、生态塘日常的视频。我主打无激素原生态科学驯养的招牌，镜头下的金龙鱼鎏金透亮，银龙鱼优雅舒展。出货的食用鱼肉质紧实，短视频爆火出圈，线上订单源源不断，高端观赏鱼单独定价，食用水产零售价高出市面3成。看着一车车水产打包发货，胡宝亮父子眼红到发狂。丰收敲定合作的这天，我特意把签约仪式设在塘口空地，提前让人挂上鲜红横幅，鎏金字体醒目刺眼。彦祖生态鱼塘高端水产长期供货签约仪式，我专门联系合作商张总，带着团队专程进村敲定全年供货协议，还请来2名气质出众的礼仪美女，身着简约正装，负责礼仪接待，辅助签约。徐明带着设备搭建简易展台，摆放冷盘酒水，干净透亮的香槟杯整齐排列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张总随行的采购团队、周边合作商贩、村里帮忙的乡亲齐聚堂口，热闹喧嚣。我一身干净休闲正装，褪去了往日满身泥浆的狼狈，从容淡定地坐在签约台前，几番洽谈敲定细节。我与张总落笔签字，按下鲜红手印，一纸全年保底300万的供货合同正式生效。签字落定的瞬间，礼仪美女抬手拉开香槟瓶塞，清脆的起泡声炸开，清甜的酒香漫散开，金色酒液缓缓注入高脚杯。我举杯示意，和一众合作商碰杯庆贺，谈笑风生间，底气十足。我早就让人留意胡宝亮父子，2人此刻正躲在不远处的杨树林里，死死盯着这边的热闹场面，不敢靠前。胡宝亮背靠树干，指尖的香烟燃到绿嘴都浑然不觉，烟灰簌簌落在衣襟上，满脸灰败铁青。他眼睛死死盯着那副红底鎏金横幅，盯着我手中厚厚一沓签约合同，盯着晶莹透亮的香槟和身姿窈窕的礼仪美女，胸腔剧烈起伏，嫉妒、不甘、悔恨混杂在一起，堵得他喘不过气。一旁的胡沙泉更是面目扭曲，双拳攥得咯吱作响，脖颈青筋暴起。他这辈子从没见过这般场面，乡村泥地里竟能办出这般体面的商业签约仪式。曾经被他肆意嘲讽拿捏的大学生，如今西装得体，谈吐不凡，手握100万订单，被一众老板恭维讨好。反观自己，一事无成，满身戾气，父子2人掏空家底折腾，最后只剩一屁股外债。风吹过塘面，横幅迎风舒展，鎏金字体在秋日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村民们围在一旁，欢声笑语不断，纷纷夸赞我年少有为，言语间满是仰慕。有人举起手机拍摄视频，记录下签约庆贺的画面，时不时传来的喝彩声像一根根细针，狠狠扎进胡宝亮父子心里。胡宝亮死死掐着手里的烟蒂，烫人的火星烧到指腹也浑然不觉，浑浊的眼珠粘在热闹的签约台上，烟蒂翻涌着赤裸裸的眼红与嫉妒。他没有半分悔意，只剩满心憋屈的不甘。看着被众人簇拥的我，胸腔憋着一股无处发泄的恶气，骨子里的阴狠分毫未减。胡沙泉咬着后槽牙，脸色阴沉发黑，一言不发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举杯欢庆，名利双收。他们费尽心思布下的重重死局，全都被我一一化解。他们咬牙借钱买来的凶鱼，尽数沦为塘中养料。他们心心念念想要毁掉的鱼塘，如今成了全村最赚钱的风水宝地。香槟气泡缓缓升腾，酒香清甜绵长。我余光瞥见树林里那2道憋屈狼狈的身影，嘴角勾起一抹淡然浅笑。乡野纷争，小人作祟，终究抵不过过硬的本事与清醒的坚守。这片鱼塘不仅养活了一塘活鱼，更碾碎了所有阴暗卑劣的算计。而属于我王彦祖的水产蓝图才刚刚拉开序幕。盛夏闷热深夜，凌晨1点半，我手机监控突然弹出警报。3号塘口监控里，3道鬼祟人影顺着芦苇荡悄悄摸来。走在最前方的胡沙泉，手里提着2桶刺鼻的白色药液。我眼底冷意泛起，迅速穿衣，抓起强光手电与防身铁棍，悄无声息下楼。铁丝网外，2个镇上混混压低声音开口：“彪哥，这是烈性水产毒药，倒进塘里，一塘名贵鱼全部死绝，咱们要不要三思？”三思？我爸因为他在村里抬不起头，我那批害鱼血本无归，今晚我就要让他彻底破产。倒！就在药桶即将倾斜的瞬间，塘边圈养的护卫狮头鹅猛然尖笑，50只鹅群展开翅膀，水陆并进，直扑3人，狠狠啄咬撕扯，惨叫声划破黑夜。我拨开芦苇，强光手电直射3人，刺眼白光将狼狈的几人定在原地。胡沙泉，深夜投毒，蓄意破坏生产，你知道要判几年吗？我只是路过，带着2桶剧毒水产药路过，监控云端实时备份，你们的对话一字不差，警车15分钟就到。2名混混吓得慌忙逃窜，胡沙泉被头鹅死死咬住裤腿，狼狈摔进烂泥之中。红蓝警灯照亮深夜村庄，何玉兰连夜赶来，看着手铐加身的胡沙泉和地上的毒药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次日清晨，满脸憔悴的胡宝亮在何玉兰的带领下，低头叩开我家院门。往日蛮横的男人一夜苍老，瘫坐在门槛上嚎啕哀求，求我签下谅解书，放过他儿子。当初你恶意投放黑鱼、放生鱼，蓄意毁掉我鱼塘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手下留情？若非我早有防备，今晚一塘名贵鱼尽数惨死。你会来求情吗？你只会在家拍手叫好。我断然拒绝谅解，转身关门，不留半分情面。最终，胡沙泉因蓄意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判拘役。胡宝亮在村里彻底沦为透明人，无人搭理，人人避之。明面上的手段行不通。
空。胡宝亮开始背地里恶意抹黑，他让侄子注册几十枚水军账号，在我短视频评论区造谣抹黑，鱼塘药水超标，龙鱼打激素，糖水肮脏发臭，养殖户心黑无良，谣言发酵极快，短短几天差评刷屏，订单大批量退款。王婶看着退回的水产包，急得红了眼眶。我盯着屏幕上的恶意评论，冷静开口：空话辩解无用，事实胜于雄辩。今天不开单，全程直播。下午3点，阳光正好，我开启无滤镜露天直播，镜头从清澈进水口缓缓推进，鲜活鱼群穿梭水底，金银龙鱼在水中优雅巡游，水草干净透亮。我赤脚踏入塘中，徒手捞起鲜活杂鱼，现场展示水质，随手捞出龙鱼苗，镜头近距离展示通透鳞片，健康体态，有没有药水，有没有激素，水质和鱼的状态不会骗人。我现场取样送检，镜头全程直播检测流程，干净的水质，零激素的检测报告直白展示在网友眼前。2小时直播，逆风翻盘，涨粉10万，所有库存一售而空，明年的观赏鱼订单直接预定出去1/3。这场直播轰动全县水产圈，市里最大的高端水产批发商李老板亲自开卡车进村洽谈合作。胡宝亮闻讯拉着一车自己劣质养殖的杂鱼拦在车前，想要蹭合作，高价售卖。他的鱼苗瘦小发黑，品相低劣，带病体弱。李老板扫了一眼，连价格都懒得问，直接摆手拒绝。此时我带着村民推着整齐的水产筐走来，筐里的成品鱼膘肥体壮，鳞片光亮，金银龙鱼品相绝佳，活力十足。李老板眼前一亮，当场敲定高于市场价收购我所有水产，签订长期独家供货合同，包揽食用鱼、观赏鱼全部销路。厚厚一沓定金递到我手中，胡宝亮将在人群之外，脊背彻底佝偻，满眼不甘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他终于明白，耍无赖、搞阴招，永远赢不了手握专业技术、脚踏实地的养殖人。当夜，我在村里酒楼摆下5桌酒席，宴请何玉兰、徐明、老孙头以及所有帮忙的乡亲。席间欢声笑语，举杯庆贺。唯有胡家父子门窗紧闭，漆黑一片。深夜对账，我落笔写下净利润，不仅填平前期9万多元亏损，还留有大额盈余。我给父母拨通电话，一向沉默的父亲只说一句：“干得好。”母亲语气哽咽，满心欣慰。我合上账本，写下来年规划，扩大养殖规模，优化龙鱼繁育池，塘边种植果蔬，打造一体化高端生态水产农场。胡宝亮眼红我的收益，也曾试图照搬我的养殖模式，不懂技术，胡乱更换廉价饲料，鱼苗大批量病死，血本贵。他厚着脸皮上门求教，我如实告知全部流程，他却自作聪明偷工减料，最后反倒怪我技术作假。我懒得争辩，淡淡一语：是鱼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自那以后，我再未理会过他。第2年，我的生态农场规模扩大1倍，高端观赏鱼、优质食用鱼同步出栏，果蔬、家禽配套售卖，稳定供货镇上高端商超，在这片乡土之上稳稳扎根，风生水起。